每次逛工具店的时候，总是看见五颜六色、各种牌子、各式各样的工具和配件，多少次想钻研一下，但还没开始就放弃了。在最常用的家用电动工具中，有一个困扰大家很久的问题，那就是电动螺丝刀和电钻的区别。那么今天我们有幸请到热心市民4位同学来为大家做详细的解答。作为装修小白呢，我们之前就非常的疑惑，今天拍这个视频就是想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，让你能明白哪个工具才是最适合你的，也少走一些弯路。如果您是非常专业的装修师傅呢，我有说的不对的地方，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给我指正。那么现在在我手里的这个呢，就是电动螺丝刀，它非常的好辨认。第一是它的机身要短一些，第二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小小的嘴儿，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拧螺丝用的。作为对比呢，我手里的这个是电钻，通常电钻的机身会稍微长一些，然后它前面这个嘴儿也比较粗，有一个圆筒状的东西。它的主要任务呢就是钻孔用的。那你可能会问，那拧螺丝就拧螺丝呗，钻孔就钻孔呗，这有啥可疑惑的呢？这是因为啊，现在的工具都是多功能化了啊，你会发现拧螺丝的呢，其实也可以用来钻孔，钻孔的呢，其实也可以用来拧螺丝，只要你把它适配上合适的这个钻头就可以了。现在我手里的这个钻头呢，就可以用来拧螺丝了。然后我手里这个呢，它就可以拿来钻孔用。下面我们就来为大家测试一下，在拧螺丝和钻孔这2件事上，它们的表现到底如何呢？1号选手电动螺丝刀，接着是2号选手电钻。好了，采访一下你使用感受。感受其实差不多，但是由于电钻是新买的，我没有怎么用过，所以我有点害怕。哦，你害怕电钻？但是钻孔的效率还有使用感觉呢，觉得差不多？我觉得差不多，反正。1号选手电动螺丝刀，2号选手电钻。那么在拧螺丝这个事情上，它俩表现如何呀？我觉得拧螺丝的话，电动螺丝刀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，它非常的轻松。到最后它有点吃力不好进去的时候呢，你听到那个哒哒哒哒撞击的声音，就是它在发力，作用到钉子上。但是我的手很轻松，稳定性也好，我一只手就可以没有问题的。但是电钻呢，到后面它比较吃力的时候呢，我就得加快转速，然后我已经明显感觉到，就是我的手会被它强制着往外拧。为了稳定性，我甚至需要另外一只手来扶它一下。总结一下呢，就是这2件事情他们都能够做到，但是术业有专攻，在拧螺丝这件事情上，当然是电动螺丝刀更好用，因为它更省力，稳定性好，单手就能操作。但是呢，用电钻来拧螺丝就会更吃力一些，建议用另一只手扶着，并且它突然发力的话，会容易扭伤你的手腕。钻孔的这件事，我们这个小测试啊，有一点不是很全面，因为我们用的是松木嘛，它是软木，比较好钻。可是如果你需要在硬木上打洞啊，或者甚至水泥砖头上这些地方打洞，肯定是电钻更加优秀一些。但是很遗憾，我们没测试出来啊。所以呢，在日常用途中，不管你是挂一幅画还是钉一个小架子，你买一个就够了。但是记得你要适配一个这样的一个套装。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就只有一个电动螺丝刀，然后电钻呢是他最近才买的。对了，你为什么要买电钻？我们只有一个电动螺丝刀嘛，使着使着我就会发现一个非常非常不方便的地方，就是比如我做一个小东西啊，或者钉一个架子呀，我通常要打一个预钻孔，这时候呢我就要用一个钻头，然后打完预钻孔之后我要开始拧螺丝了，然后我又得换一个螺丝头，然后我又要在另外一边再重新打个预钻孔，我就又要换一个钻头，就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。如果我有2个交替着使用的话，就能大大的增加我的效率。现在你知道了，就是日常的这种用途的话，大概率你买一个电动螺丝刀就够用了。可是还有很多很多别的问题没有解决，比如说我买什么牌子的呀？如果你预算充足的话，一些1线品牌是值得考虑的，
比如说像 DeWalt 呀、Makita 呀，这些都是我梦想中的牌子。因为它们功能更强、更小巧，也更耐用。但是如果你预算没有那么充足的话，像我们家使用的这个绿色品牌也是绰绰有余的。它产品非常的全，如果你选定好了一个品牌，最好所有的工具都买这个牌子的，因为它的电池可以互换嘛。在这里呢，给大家一个省钱的小妙招，就是工具你可以买2线一点的品牌，但是呢，这些钻头最好买贵的牌子，比如说像这个我们买的，用好几年是绰绰有余，没有问题的。你现在选择了，比如说这个绿色品牌的电动螺丝刀，然后你去网站上一查，就会发现它还是有好多个选择呀。比如说18伏的呀，或者是12伏的呀，还是有刷无刷的呀。简单给大家说一下18伏工具就会稍微大一点，它也相对沉一点。如果女孩子觉得工具有一点重，也可以考虑12伏的，它就动力没有那么强，但是偶尔钉一个钉子什么的也是没问题的，肯定是比宜家的好用。关于有刷无刷 brushless 呢，我理解着咱们也不是特别懂，就是它的发动机性能会更好一些，动力会更足一些，就有一点像汽车的那个 turbo 涡轮增压式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星期也钉不了2个钉子，完全没必要买那么好的，就普通的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关于电动螺丝刀和电钻呢，我们就分享到这儿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兴趣的话题呢，也欢迎在下面为我们留言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